风平，你怎么知道是我？这个时候来这儿，只有你。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这个天幽帮的帮主，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？唉，我怎么想也想不通。在你的眼里，只有好人和坏人吗？你也骂过我是个坏人呢。你这个人一向心胸挺宽阔的，怎么我一时气话，你记得这么清楚啊？好啦，听你的，抛到九霄云外，忘了。这还差不多。不过我更正啊，你在我心中那可是跟郭旭一样，都是好人。说吧，这么晚来肯定有事，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？要是坏消息，我可不想听。你这个人呐，不是唯恐天下不乱，喜欢听坏消息的吗？可是最近坏消息太多，听怕了。我是来告诉你，郭旭要护送楚楚还有翡翠娃娃出城，这趟镖是真的。好吧，留在京城也不安全，还是送回云家庄的好。那郭旭走了，他……你想知道彩玉这趟去不去，是吗？不说算了。郭旭去出镖，把彩玉留在京城，随时会出岔子。郭旭肯定会担心的，还是带他走的好。那他们几时会离开？收拾好就走，应该很快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啊，这么快？大伙忙着准备，你却在屋里发愣，是不是有什么事？你真的不去跟胭脂道别吗？他听到我要离开，不晓得又会冲动做出什么事情来。他是真的喜欢你，他整颗心装的都是你。就是这样，我才不要他牵挂我。你以为你一走了之，连个告别都没有，这样胭脂就不牵挂了吗？难道你这样留下遗憾给他吗？你怎么回事啊你？都快要走了，突然说这样的话，万一我真的回不来了，我已经拜托风平兄好好照顾胭脂了。我不想，你也别想了。快要上路了，收拾一下东西吧。我先走了。爷爷，有可能现在您已经是天上的一位神仙了吧？那您出游到哪儿了？还是一直在天上看着我，保护着我？您知道吗？我开的那家酒坊啊，生意可好了，还有桃花酿，大家都特别喜欢。我每天可高兴了，就像在桃花村啊住着的时候一样。嘿，每天快乐的就像小鸟一样，叽叽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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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骗你的。我特别不开心，郭旭要走了，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，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。
我记得以前，我老是想他，念叨他，你还因为这个老是骂我。后来您走了，我又为了他去了京城。爷爷，您最了解我的个性，您不会怪我这个小丫头不听话的，对吗？郭旭这次出镖，彩玉也跟着去。我知道他们俩从小青梅竹马，定了娃娃亲。我的出现打乱了他们的生活，我这样不好，可我没有办法。我喜欢郭旭，喜欢的无法自拔，喜欢到都无法控制怎么让自己不喜欢。我慌乱，茫然，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这心里从来没有这么烦过。我到底去不去呢？去了，会让郭旭为难；不去，不去，我真的害怕再也见不到他了。爷爷，我该怎么办？你能帮帮我吗？啊！去，不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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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，不去。下胭脂红妆，泪如烟雨，江南几行，一幅墨色未干的纸张，写着永世难忘的沧桑。捕头，好歹也是个官儿嘛，怎么做的这么寒酸呢？我只是个小捕头，是公家的，吃不饱饿不死，能有这样一个地方遮风挡雨，已经不错了。不过我爷爷说过，这两袖清风是好官，脑满肠肥是贪官。你是个好官。你来这儿，不是跟我谈为官之道的吧？唉，看你这小屋，我总算明白了，一个人打着光棍儿，住在这小屋里，又没人照顾，又没人做饭，是够冷清的，够可怜的。哎，铁一为什么和楚楚没待几天，心就飞他那儿去了？我看呐，他肯定是一个人待久了。虽然是假成亲，但是啊，他心里肯定把楚楚当成了自己真正的媳妇儿。不管怎么样，有个人作伴儿总是好的嘛。你今天怎么了？没见过你有这么多感触的。我在爷爷的坟前决定了，我要跟郭旭去走镖，所以特来向你告别。真的要去啊？给爷爷上香的时候，爷爷的坟前有很多桃花，我数着花朵，去，不去，去，不去，最后是去。看，这是天意吧？
不过，想想翡翠娃娃的各门各派都虎视眈眈，这一路会很危险。就是危险，我才更应该去。如果有人劫镖，我可以帮他抵挡。只是这样打打杀杀，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回来。这个酒壶是爷爷留给我的，我把它送给你，就当给我的哥们儿一个念想。我还给你带了一坛桃花酿。如果你想我了，想我和郭旭了，你可以喝喝酒，解解闷儿。虽然是有些冷清，但你可以想象啊，你就想象我和郭旭都在，就像咱们仨一块儿喝桃花酿一样。我得当差，送不了你。你想说什么？直说吧。你要好好保重，我等你，还有郭旭回来。是啊，等我们回来的时候，我也希望你已经找到一个好媳妇儿，给我找一个好嫂子。你想我们的时候，就多喝几杯。我走了。刘爷，沿路打点的饭馆和驿站，我已让老刘亲自去安排了。好啊，这次出镖人员要精简，能少带的身外之物尽量少带。好，六爷，侯叔，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啊，差不多了。那是什么？啊，这是上次媒人给彩玉送的彩礼。刚才媒人又特意来要我回话，希望我们尽早给答复。我们都快要出发走镖了，哪有心思去谈彩玉的婚事？麻烦六爷就跟他们说暂时搁置吧。说我答应了。六叔，请您以我哥的名义回个礼给对方，说我们已经答应这门亲事，成亲之日越快越好。彩玉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彩玉，彩玉，彩玉，六叔和侯叔都被你吓到了，你怎么答应的这么突然呢？婚姻大事可不是儿戏，我不准你如此仓促就做决定。哥，对方人品家世都很好，如今已经是第4次提亲了，可见对方很有诚意。我嫁过去不会委屈的。难道你不希望我有个好归宿吗？就这样吧。彩玉，我们兄妹俩自幼就没有父母照顾，我当然希望你有个好归宿。但是也正因为如此，所以大哥才希望你不要这么草率地做决定。你放心，我都想清楚了。那郭旭呢？你从小时候起就喜欢郭旭，我怎么会看不出来呢？那已经是小时候的事了。哥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妹妹，做哥的当然希望你能够得到幸福。可是你做这个决定，根本就是违背了自己的心愿，又怎么可能幸福呢？天下又有多少男男女女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？
路相见恨晚，无奈终究还是无法在一起。因此我看明白了，缘分无法强求，与其得不到徒留伤痛，还不如挥剑斩情丝。理性处理正是我程彩玉的强项。彩玉，哥，你放心吧，对方是正派人家，嫁过去我一定会幸福，一定会开心。难道你对我没有信心吗？谁要是娶了我的妹妹，谁就是天底下最有福气的人。哥，笑一个。你看，你妹妹要出嫁了，难道哥哥不开心吗？怎么了？哎呦，风爷胭脂呢？一早就收拾了包袱，给我们留点散碎银子，自己走镖去了。胭脂姑娘被郭少爷骗走，她不要我们了。风爷，您知道胭脂姑娘出远门了吗？昨天她来跟我道别了。那你知道她还回来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们三个不是老说等赚了钱要回老家看爹娘的吗？正好趁这个机会，你们就回老家跟他们聚一聚。你们这些日子也够努力了，现在可以抬着头挺着胸回老家了。那风爷您呢？我还能去哪儿？当然是留在这里继续当我的捕头。这样也好啊，至少我们再次回到京城，还有风爷您在。这是一定的。再说，我也得帮胭脂好好的看着这酒坊。到时候要是胭脂姑娘回来的话，你一定要通知我们三个。到时候我们一定还要再回来，再把这里打理的和以前一样红红火火。好。我也希望有这么一天。风爷，如果胭脂姑娘回来的话，请你一定要通知我们。一定。风爷，我永远都站在你这一边。走。明天就要送翡翠娃娃去尹家庄了。这次出镖和上次的心情完全不同，感觉肩上的担子格外的沉重。那你肩上的担子可以轻一点了，因为彩玉不去，她要嫁人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彩玉不去，她要嫁人了。怎么会呢？怎么就不会？你以为她一定得守着镖局，守着你，每天帮你打理里外，无止境的期待你给她一个答案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我大可以告诉你，整个京城看中彩玉的人不知有多少，更加不用说登门求亲的了。偏偏她就喜欢你这个家伙，我真是搞不懂。
提，那彩玉呢？你还要找他做什么？除非你已经有了答案，否则不准你去打扰他。国旭，我们还是把话挑明了吧。今天我是作为彩玉的哥哥，不是作为你兄弟跟你说话。提，你冷静点啊！从小到大，彩玉的眼里就只有你，他对你一往情深。我相信这点你不会不知道。这些年你没有任何交代，彩玉的青春白白浪费了。提，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。我不管你有没有。彩玉她照顾你的饮食起居，帮你打点镖局，四处奔波。虽然并没有妻子的名分，但是妻子该做的她全都做了，不是吗？这些我都知道。既然都知道，为什么要让她空等？如果你对彩玉没有那份心，大可以把话跟她说清楚。要说清楚，谈何容易？那我问你，是不是因为胭脂的出现，让你见异思迁了？是不是这样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我难道是那样的人吗？铁一，你听我解释啊！你该去向彩玉解释，而不是我。以前的我根本不懂感情为何物，直到我遇见了楚楚，才知情不由人，才知道那种捉摸不定的情感最折磨人了。我不希望自己的妹妹也承受这样的痛苦。难道你想让我娶彩玉为妻？我并不是有意向你逼婚，但你的犹豫只会带给彩玉更大的痛苦。如果彩玉真的想嫁人的话，只要她能够幸福，我是绝对不会阻止的。提，你知道我跟你一样关心彩玉的未来。彩玉的未来其实就记在你的身上了，知道吗？或许，如果你是个男人，就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提，都要出镖了，怎么还不准备？不去了。这次出镖四面楚歌，危机四伏，已经有个不会武功的楚楚，再加上我，不就更累赘了吗？如果半路遇劫，会给你们添麻烦的。有我和铁一在，你大可不必操心。你看这幅牡丹并蒂，几年来断断续续的绣，就是没有完成。刚好趁你们出门在外，我静下心来把它好好绣完。绣完了又干嘛呢？是想为自己准备嫁妆吗？是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不准再绣了！你放开我！你放手！我都说我不去了。去不去由不得你，把你一个人留下来我不放心。这次走镖一定要带着你。我就要嫁人了，用不着你担心。胡闹的人是你吧？随随便便就说嫁人，根本就把婚姻当儿戏。媒妁之言的婚姻本来就是一场赌局。赌局？赌局？我真不敢相信你会说这种话。天下男女都是这样结为连理的，有人幸福，也有人不幸福。别人幸不幸福我不会去管，但是你不可以。为何不可？就是不可以。长久以来，我的心里一直喜欢着一个人。本来，只要待在他的身边，我就会感到很幸福。可是现在，我却觉得痛苦，觉得难受。他的生活里里外外都是我在打点，我处处为他着想，凡事以他为重。
我想摆脱这些。我不晓得他知不知道，我要去过我自己的生活。你想要去过你自己的生活，可是那生活不是你真心想要的。等我嫁了，你要对胭脂好好的，别再三心二意。我们现在在谈你的事，别说那个小放牛的。你又在逃避了，你究竟要逃到何时啊，郭旭？我没有。你总是这个样子，一直逃，一直避。胭脂为了你连命都不要了，面对她这份痴情，你能辜负吗？就像被一条绳子给绑着，这条绳子就这么长。你往我这边靠，就会远离胭脂；你往胭脂靠，我就会离去。这样，让我们都感到痛苦。我也不想这样。你本来可以剪断其中一边的绳子。但是你不愿意，因为你不想伤我，更不想伤胭脂，对不对？彩玉，我真的很为难。你若对他没有情，怎么会为难呢？胭脂她很可爱，我承认我确实动了心。我们自幼一起长大，你是最了解我的人，我们的情谊无人能够取代。只是胭脂的出现，的确也搅乱了我的内心。我真的不知道。你别心烦了，让我替你决定吧。我来剪断绑住我们三人的绳子。彩玉，如果你遇到的是你的真爱，我会很高兴的去成全你们。但如果你去嫁人只是为了不让我为难，那么彩玉，我会一辈子无法原谅我自己的。
不是要和郭旭去走天下了吗？干嘛又回来？嗨，我想通了，跟着他们走南闯北的，整天风吹日晒，肯定特别辛苦。我这种性格哪受得了那罪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彩玉不是郭旭的妹妹，他们之间没有亲情。说白了，彩玉就是他没过门的妻子。彩玉特别喜欢郭旭，她自愿嫁人来了断这段情缘。郭旭不准她这么做，换作是我也不准她这么做。这个死郭旭、臭郭旭都怪他！明明喜欢彩玉，为什么要这么说？他喜欢了人家，为什么偏偏又要喜欢我？不，也不能怪他，好像是我先喜欢他的。其实人呐，最看不清楚的就是自己。郭旭他这个人重感情，为了朋友可以两肋插刀。他就是因为重情，在男女感情之事上，就苦了自己，也苦了别人。彩玉其实是爱着郭旭的，她宁可自己嫁人，也不让郭旭为难，实在是太可怜了。我胭脂岂不成了夺人所爱的强盗？可要是做了感情上的强盗，没人会抓你去坐牢的。酒房墙上，桃花林那首诗是你写的吧？胭脂留人醉，酒浓痴心碎。我是写给天下的伤心人的。从没认真听过你吹笛子，吹得还挺好听的嘛。没你酿的酒好。再吹一曲来听听。好。好家伙，我还没为你送行，你倒先来辞行。小彭王爷移驾镖局为我送行，那得多大阵仗？那还不如我一个人来呢。啊，谢了。得了，你是怕我去了太招摇。现在全城的人都知道你郭旭要走镖了，上回虚晃一枪，这回来真格的了。再走假镖的话，那我岂不是成了江湖骗子了？有什么事情，你尽管说。这次和上次不同，要护送云三的棺木回家乡，所以一切要从简，免得引人注意。的确，树大招风，是该谨慎。你这次护送云三回家，最主要的还是翡翠娃娃吧？不敢瞒过小彭王爷。你继承祖业，任重道远呐。以前的我认为保镖不过是拿人钱财、替人消灾、为钱卖命罢了。可是
自从我得知翡翠娃娃可以救人性命的时候，我对保镖就有了不同的看法。其实“保镖”这2个字挺有意义的。普天下，男人保护女人，父母保护儿女，丈夫保护妻子，做官的保护黎民百姓，为将者保疆卫土，这些都是不同形式的保镖。看来翁太北为官不仁不义，给了您不小的刺激。今后，不管皇上指派什么任务，郭旭相信您都会是个爱民如子的好王爷。冲你这句话，我送你一份礼。来人呐，把信鸽拿上来。是王爷。这是一只碧血鸽，意思是，即使你翱翔飞到千里，飞到吐血，也会飞回原来的地方。碧血鸽听说过，倒是头一次见。这只是我专门训练的鸽子，只训练出5只。你一路上危险重重，如果有什么需要，尽管放鸽子回来。小鹏王爷的盛情，郭旭收下了。睡着了。孩子他爹该出门了。没事没事。媳妇儿，这是我过世的娘留给我的信物。原本以为我不会有后，没想到我有儿子。可惜我过世的娘没有福分看到她的孙子。我把它留给儿子，也告慰他我们老商家有后了。来，给他戴上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照顾孩子的。媳妇儿啊，难为你了，年纪轻轻就嫁到我们家，没享到一点福。我答应你，走完这趟镖，我一定回来请辞，让你跟孩子我们一家3口过简单的生活。放心吧，我跟孩子在家等你回来。好好好。走吧。那我走了。终于要送云三哥回家了。要麻烦铁一哥和各位了。怎么还没看到六爷？这趟得离家好些日子，六叔肯定舍不得六嫂还有孩子，我们再多等一会儿吧。哎，你看，六叔，您和六婶的恩爱话说完了？都老夫老妻了。六叔啊，小别胜新婚，等这趟回来，说不定你跟六嫂再添个胖儿子呢。侯叔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对劲吗？哦，不是的，只是奇怪，怎么还不见胭脂姑娘？胭脂姑娘，胭脂姑娘以前老是爱黏着少局长，今天咱们出镖了，她应该来送送啊。她不会来的，我没向她辞行。
既然没什么事，就不要耽误时间，我们该出发了。你还等什么？没有。出发！出发！干什么？骑兵指挥使，郭旭已经出城，护送云三的棺木回乡。这出了城，天高皇帝远，小鹏王爷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也奈何不了咱们了。这就是你没看透了。虽然他年纪轻轻，可几次交手，我并未占过上风。这小鹏王爷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大人，这江湖上人人都想得到翡翠娃娃，若是咱们不动手，这翡翠娃娃可就落入他人手上了。如今小鹏王爷已经盯上了咱们锦衣卫，而梅铺又闹出这么大的事情，眼下暂时我不便亲自出马。大人，卑职在城楼上看到七星堡，这出了城，伺机而动的人更多了。哼，唐门、天幽帮、七星堡、水火二湖，哼，简直混账！好，咱们既然动不了郭旭和长风镖局，就把那些江湖上的匪类全部抓起来。
我看还有谁敢跟我抢翡翠娃娃？卑职有个主意，不知道好不好？少局主，我们走了大半天了，是不是找个地方休息一下？啊，现在不行，等天黑了找个客栈，到时候再休息吧。好，知道了。这，上一回你走走停停的，这回倒是一路不喘气。上回玩假的，走走停停没什么影响，可这回的，我们可得快马加鞭了。你可总算是认真起来了。我一直都很认真的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楚楚，我们得要等天黑了才能歇息，你还行吗？没问题，只要能早点回到云家庄，辛苦点没事。要是累的话，就跟我说一声。只记得关心楚楚，你忘了彩玉也在车里吗？你不让彩玉嫁给其他人，那关心她就是你的事了。这，小二，给钱。哎，来了。谢谢客官，您慢走。哟，这不是七星堡的朱堡主吗？这是赶着去投胎呢，还是赶着去打劫呀？少废话，让开！别白费力气了，翡翠娃娃是我们的了。有时间在这边叫阵，不如各凭本事。翡翠娃娃落入谁手还不知道呢。会叫的狗啊，不咬人。叫了半天，也没人听懂在叫什么。也好，打长风镖局之前，先拿你们这些纸老虎开开刀。模糊法，速战速决。是，别影响我吃饭。小二，来一碗打卤面，2斤牛肉，1壶酒，快点！是。这里已经被锦衣卫包围了，放下你们手上的武器，束手就擒吧。兵器给我放下！走。为何七星堡的人能走，却拦着不让我们离开？你们江湖上不是有规矩吗？不对付手无寸铁之人。既然你们不识相，我又何必给你们留情面？你们这些锦衣卫不去做该做的事情，来这荒郊野外干什么？哼！近来京城帮派猖獗。曲某就是来肃清你们这些江湖败类的。
通通拿下。是。押回去。骑兵大人，左牵制把人押来了。带上来。是，带上来。翁太北，跪下！温太北，天佑帮和你们锦衣卫素无瓜葛，为何抓我来此？荆棘之地，你们这些帮派啊，争勇斗狠，扰乱治安。本座身为朝廷命官，有责任肃清乱源，保证京城的稳定安全。呸！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说吧，劳师动众，押我到此，有何目的？带走。走。丁彦山在锦衣卫卧底多年，却突然断送了性命，是为天佑帮的一大损失啊！血洗梅铺那天，丁彦山明明在此向帮主报告了锦衣卫和温太北的情况，却莫名扛下杀人罪名，死得不明不白。必定是有人嫁祸于他，要他顶罪。属下莫虎求见帮主。启禀帮主，纵护法被锦衣卫抓走了。你还别不服气，就算你们天幽帮在江湖上横着走，见了咱们锦衣卫还得低头。或许你该后悔呀，没像我一样投身锦衣卫。狗仗人势，呸！天佑帮来了。在那儿，帮主。帮人。帮主，属下非战之罪，请帮主恕罪。起了吧。谢帮主。指挥使已等候多时，请。司马帮主，听闻帮主喜好游山玩水，故选此宜人之处，邀帮主共赏美景，你看如何？
指挥使公务繁忙，今日邀我来，不仅仅是为了欣赏美景吧？司马帮主真是爽快。既然如此，老夫就直说。眼下江湖上多路人马，为了江湖宝物翡翠娃娃，你争我夺，打斗不止。就是你们天幽帮，也意在于此吧。经过今日之事，可见贵帮的总护法的功夫再高强，可遇到我们锦衣卫也无用武之地啊。不如这样，天幽帮和我们锦衣卫合作，共同争夺翡翠娃娃，你说如何？哼，指挥使呼风唤雨，一声令下，翡翠娃娃自当垂手可得，何必和我江湖帮派牵扯？再说，众人想要得到翡翠娃娃，无非是想要得到其中的盖世绝功。届时得到翡翠娃娃，只有一个人能够称霸天下。那个人是你翁太北，还是我司马萧？你是江湖中人，当然是你称霸武林了。指挥使不可能别无所图。想要什么？请说吧。身为朝廷锦衣卫的指挥使，只要我愿意，随时可以铲除江湖上的黑道；反之，也可以暗中帮助你们。指挥使的意思是？意思很简单。如果没有我，你们任何帮派都得不到翡翠娃娃。我说司马帮主啊，如果你能得到翡翠娃娃，练成神功，就可以独霸武林，而我则掌国之法统。到时候黑白联盟，谁与争锋啊？我司马萧不喜欢占人便宜。等夺得翡翠娃娃之后，我们俩再一决死战。到时候，赢的人即可拥有翡翠娃娃，如何？司马帮主真的是人如其名，潇洒爽快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帮主，你怎么能和翁太北这老贼达成协议，共取翡翠娃娃？这岂不是割肉喂鹰，与虎谋皮吗？堂堂指挥使亲自开口，我能拒绝吗？帮主，这么轻易妥协，可不像你的作风啊！哼，要不是那天你和七星堡的人打起来，给了翁太北整肃的借口，我能妥协吗？帮主，这一切都是莫护法冲动行事，才给对方抓住了起冲突的口实。堂堂总护法，连自己的属下都管不了了，以后怎么来接帮主之位？帮主，这一定是翁太北之前设好的圈套，给人可乘之机，愚蠢之极。这是给你的惩罚，退下。是。帮主息怒。恕白儿直言，白儿认为翁太北要合作取得翡翠娃娃，居心叵测。我知道，那天血洗煤铺的凶手就是翁太北。那双充满魔性的眼睛，我过目不忘。
正好碰见了温太北，故他杀了丁彦山，造成其顶罪的假象，为的是杀人灭口。有可能。可是以温太北的武功和地位，要得到翡翠娃娃并不是件难事。可奇怪的是，那天我和翁太北过手，他竟然不提。这个人的武功有缺陷。如果温太北的武功有致命弱点，那他是想借帮主之力，替他得到翡翠娃娃。白儿还是不解，他的武功为何有致命弱点？这难道跟翡翠娃娃有关？这正是我想要弄明白的地方。